Honda says the money will go towards building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s, hybrid electric vehicles, and battery electric vehicles on the same line. 在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未来疾驰的当下，一个出人意料的声音踩下了刹车。这并非来自某个业余汽车爱好者，而是汽车巨头本田的首席执行官。一次非正式但引人注目的信息泄露事件中，这位高层管理者透露的关键信息，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现有的电动汽车行业格局。本田正在研发一种全新的发动机，它巧妙地将环保性能与卓越的经济效益和日常使用的便捷性融为一体。如果这一消息属实，即使只有一半的真实性，那么特斯拉以及所有主要的电动汽车制造商都应该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那么这款所谓的创新引擎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它又凭什么能够对当前蓬勃发展的电动汽车浪潮构成潜在威胁？要理解本田这项革命性引擎技术的意义，我们首先需要打破一个固有的认知。当大多数人听到混合动力引擎时，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老一代普锐斯的形象，安静高效，但多少有些平淡。然而本田 CEO 最新披露的技术却展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这绝非一款普通的混合动力汽车。这款正在酝酿中的引擎很可能代表了电动汽车行业近20年来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那么这款新型引擎的核心优势是什么？为什么行业内的专家已经开始将其视为潜在的电动汽车终结者？要解答这些疑问，我们需要深入了解其技术细节，因为其真正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燃料本身，更在于其所代表的自由。本田最新的混合动力技术不再依赖于那些让电动汽车价格居高不下、充电耗时漫长的庞大而昂贵的电池组，相反，他们将重心放在了超高效率的内燃机上，通过涡轮增压和精密的调校，并结合新一代的电动机系统，实现二者之间的协同增效，而非简单的对抗。这并非是对燃油和电力的一种妥协，它更像是一个集两种技术优势于一身的卓越系统，摒弃了许多传统混合动力车型所固有的令人尴尬的折中方案。而真正让这次信息泄露事件引起广泛关注的关键在于，本田的目标并非仅仅是制造吸引眼球的豪华车型，他们着眼于全球市场，尤其是那些经济正在快速发展但可靠电力供应无法完全保障、充电基础设施近乎空白的地区，例如东南亚、非洲和南美洲。在这些地区，纯电动汽车不仅难以普及，往往根本无法实现。但是如果有一种汽车搭载了这种新型发动机呢？那将彻底颠覆现有的市场格局，因为在非洲和南美洲等地，纯电动汽车由于基础设施的限制几乎无法使用。但搭载这种新型发动机的汽车，它将改变一切，因为它既不需要依赖充电站，也不需要稀土矿物，而是专为在严苛的环境下实现清洁、平稳和高效运行而设计。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具体的数据。这款新型混合动力系统在燃油经济性方面几乎可以媲美纯电动汽车，但同时彻底消除了用户的续航焦虑。一些初步的测算显示，在实际道路行驶条件下，每加仑燃油的行驶里程有望突破50英里。与此同时，得益于本田的低温燃烧技术以及城市驾驶中电动机的辅助，其排放水平已经降低到接近纯电动汽车的程度。汽油引擎只在真正需要时才会介入工作，而当它启动时，能够提供充足的动力。千万不要将其误认为是一款动力不足的通勤工具。本田的工程师一直致力于动力性能的平衡，汽油引擎只在必要时启动，而一旦启动，动力将非常强劲。不要将其简单的看作一款缺乏激情的代步车。本田的工程师们对车辆的平衡性有着极致的追求，包括扭矩、加速以及整体的驾驶感受。最终打造出的是一套能够随心所欲的动力系统。需要动力时，它能爆发出澎湃的激情；需要平稳行驶时，它则能表现得沉稳而宁静。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发动机和电动机之间的实时协同工作，通过精确的分配动力，而不是依赖于预设的固定模式。但这仅仅是性能层面，真正令人震惊并足以让电动汽车制造商感到不安的是其在成本方面的巨大优势。凭借数十年来在内燃机技术领域的深耕细作，本田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工厂，培训了熟练的工人，并储备了充足的原材料。这款混合动力系统在全球范围内的量产无需依赖脆弱的稀有金属供应链或全新的基础设施，在现阶段它就可以以远低于最便宜电动汽车的价格投放市场。所以如果你正值20-30岁，努力工作，可能正在攒钱购买你的第一辆车，却被价格过高的电动汽车和过时的燃油车所困扰，这款引擎的出现将彻底改变你的选择。环保与经济实惠不再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你也不必担心当地电网的负荷问题，或者街角的快速充电桩又一次发生故障，环保和经济性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你无需为本地电网的稳定性担忧，也不必担心附近的充电站是否能正常运行。本田 CEO 此次的爆料绝非随意放出一些技术参数，这次信息的泄露更像是一次精心策划的信号，这是一种实力的展示。他想向全世界宣告，当整个汽车行业都在忙于追逐电池技术的热点时，本田正在幕后默默地打造一些安静、可靠且不可阻挡的东西，一些更能贴近现实世界需求，而非仅仅迎合硅谷展厅的产品。而且请注意，这项技术不仅对环境有益，它还非常耐用。我们谈论的是一种能够经受严苛考验的引擎，可以使用低标号的燃油，行驶在崎岖的道路上，依然能保持高效的运行。它确实环保，但同时也非常坚韧。在这个环保意识和实用价值往往难以兼顾的时代，这无疑是一种难得的平衡。那么核心的问题来了，如果让你在价格昂贵但受限于不稳定的充电网络、外形时尚且静谧的电动汽车与性能同样清洁且没有任何附加负担的经济型混合动力汽车之间做出选择，你会如何抉择？因为对于全球数百万民众而言，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它正逐渐成为一个切实可行的选择，它正变得触手可及。如果本田能够按照计划大规模推广这项引擎技术，那么它不仅将改变人们的驾驶方式，更将彻底改变绿色交通领域的参与者格局。清洁出行将不再是少数奢侈品牌和高昂价格标签的专属，这正是清洁驾驶走向普及化的重要一步，而这正是电动汽车行业应该深感忧虑的根源。如果这项技术真的像宣传的那样具有革命性，那么其背后必然存在着更为宏大的战略布局，对吗？这绝不仅仅是制造一款更优秀的引擎那么简单。那么本田究竟在策划什么？他们的长远目标是什么？当本田 CEO 向记者低调透露新一代混合动力技术时，整个行业并没有轻视，而是屏息倾听。因为这并非是一个边缘化的想法，也不是对本世纪初技术的简单回归，而是针对当前所谓的电动汽车垄断所进行的一次清晰的战略布局。在这种电气化似乎成为唯一环保选择的背景下，消费者要么依赖并不总是可靠的电网，要么购买搭载大量锂电池、价格堪比奢侈品的汽车。但本田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完全不同的博弈。让我们回到2025年5月的官方发布会，虽然标题的焦点是混合动力引擎，但字里行间所蕴含的更深层含义才真正值得关注。本田社长兼 CEO 三部敏宏明确表示，未来并非只有一种选择，不是只有纯电动或纯燃油，关键在于多样化的选择，在于构建一个灵活且具有韧性的全球交通系统，而不是仅仅服务于那些充电桩遍布街头的富裕城市。这里的关键词是全球。特斯拉或许完美地适应了洛杉矶或慕尼黑的街道，但在印度乡村、西非或东南亚的一些地区，仍然是一种难以企及的奢侈品。但是，一款能够实现每加仑50英里以上续航、价格低于入门级电动汽车，并且无需充电即可稳定运行的混合动力汽车呢？这才是真正的突破性进展。三部社长虽然没有刻意强调，但其话语中蕴含的意义却非常深远。他解释道，本田的下一个阶段并非是突然的转型，而是一个审慎的分阶段推进的过程。首先，新型混合动力引擎将率先应用于高性能的高端车型，这类车型既能测试市场反应，又能优化技术，同时也能充分展示混合动力技术的进化程度。随后，公司计划逐步将该技术推广到紧凑型轿车、家庭用车、摩托车，甚至发展中国家的3轮出租车上。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策略，因为无法在一夜之间强行建立起一个新的生态系统，必须立足于用户的实际情况，提供实用且耐用的产品，那些他们已经熟悉的解决方案，然后再逐步向上拓展。现在真正有趣的部分来了，经济效益分析与依赖昂贵电池组、稀土矿物以及脆弱供应链的纯电动汽车不同。本田的系统建立在数十年积累的内燃机技术基础上，其混合动力平台无需依赖价格不菲的电池组，也不受稀土矿物和不稳定的供应链所限制。不同于依赖昂贵电池组、稀土矿物及脆弱供应链的纯电动汽车，本田的系统建立在数十年积淀的内燃机技术基础上，其混合动力平台无需彻底改造现有的制造体系，这意味着生产成本可控、维修费用合理、供应链稳定。这同时也为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打开了大门：政府支持。尽管电动汽车占据了新闻头条，但并非所有国家都大力支持全面的电气化转型。电网基础设施、燃料获取的便利性、公共交通的需求，这些复杂的因素使得混合动力技术成为一个理想的过渡方案。这同时也创造了另一个机遇，获得政府的支持。尽管电动汽车备受关注，但并非所有国家都支持全面电动化转型。
电网基础设施、燃料的可获得性、公共交通的需求情况非常复杂，但更清洁的内燃机混合动力技术，这才是更加稳妥的选择。那些希望在不彻底改造城市基础设施的前提下降低碳排放的政府，很可能会将本田的系统视为一个理想的中间道路。这意味着潜在的补贴、税收优惠和更快的普及，而无需等待电池价格的下跌。这是一场混合动力技术的复兴，游戏规则已经改变。本田 CEO 并没有声称电动汽车将会消失，事实上，他公开表示支持电动化，但他同时也坚信内燃机技术能够也应该在2040年代继续存在，并非作为历史的遗迹，而是为数百万在电动化浪潮中被遗忘的人群提供明智且可持续的选择。试想一下，所谓的内燃机终结，如果并非一个硬性的时间节点，而仅仅是一个传说呢？倘若全球的能源转型注定是渐进的、混合的，并且深深植根于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呢？这正是本田正在压住的方向。如果这一战略能够成功，其影响将远超产品线的变革，甚至可能重塑能源政策本身。各国政府或许会开始将重心从单纯的充电网络建设转向更加细致的支持体系，同时鼓励电动汽车和超高能效混合动力汽车的发展。消费者最终将获得更贴近现实的选择，而无需在省钱、省时和保护地球之间做出艰难的取舍。这不仅仅是一场技术之战，更是关于未来出行方式的终极较量。而今，随着本田 CEO 透露公司数十年来最重大的发动机技术突破，这场战役已经正式打响。但电动汽车巨头们将如何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挑战？是视而不见，还是暗中加快布局？特斯拉、比亚迪、Rivian 乃至福特、大众等传统汽车巨头都曾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一条道路上，纯电动化发展。但此刻，来自日本的阴影中，另一种声音悄然介入这场讨论。它并非来自某个 TikTok 上的业余技师，也不是 Reddit 论坛上的传闻，不，这来自最高层。本田 CEO 亲口透露了一项颠覆性的发动机设计，其连锁反应他已经开始动摇电动汽车王座下的根基。要知道，电动汽车市场虽然在全速前进，却并非一帆风顺，电池价格仍然居高不下，原材料供应链深陷地缘政治的漩涡。而真正现实的问题在于充电，没错，续航焦虑依然存在，电池价格居高不下，原材料供应链深陷地缘政治漩涡。而现实世界中那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充电问题始终如影随形。当你被困在高速公路上，电量只剩下 8%， 却看不到任何充电桩时，续航焦虑仍然像一座大山压在心头。而此刻，正当消费者逐渐接受电动汽车成为常态的理念时，本田突然亮出了这张王牌，一个运行成本更低、比传统发动机更清洁且无需插电的动力系统。这绝非仅仅是普通的混合动力升级。CEO 暗示的是一次技术上的飞跃，一种超高效率的内燃机技术，可能采用合成燃料或氢混合燃料，其清洁性能甚至能在碳排放领域合法的与电动汽车竞争。如果这是真的呢？这绝非小修小补，而是一记有力的反击，一个充满悬念的未知。人们不禁质疑，电动汽车的梦想是否已经因为自身的重量而开始出现裂痕？以特斯拉为例，其整个商业帝国的根基在于对电池技术的绝对掌控，从超级工厂到超级充电网络，他们将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了锂电池的大规模发展上。但如今他们突然变得脆弱，并非因为技术上的缺陷，而是因为竞争对手重新改写了游戏的规则。本田的这款发动机无需新建任何基础设施，它可以完美的适配现有的燃料网络，这对于那些充电站像诚信的汽车经销商一样稀少的地区来说尤为重要。比亚迪凭借低价电动汽车迅速攀升市场榜单，尤其是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但试想一下，当拥有全球布局和可靠声誉的本田推出一款兼具清洁、迅捷、低廉维护成本且无需充电的新车时，会发生什么？这将构成巨大的威胁，尤其是在那些电力供应不稳定或消费者仍然对纯电动车型持观望态度的市场。市场的反应是悄然滋生的恐慌，没有公开的声明，只有战略方向的转变。业内人士透露，部分电动汽车企业已经将研发资金重新投向替代燃料和混合动力技术，甚至有视频提到特斯拉正在低调地探索氢能，这颇具讽刺意味，对吧？埃隆·马斯克曾经称氢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但如今呢，人们震惊的原因已经完全不同。说实话，这并不意味着电动汽车已经走向末路，远非如此。他们仍然拥有强劲的发展势头、充足的投资支持和有力的政策扶持。但这确实意味着未来的道路并非像我们之前想象的那样平坦。这意味着内燃机并没有悄无声息地退出历史舞台，它正在适应，正在创新。而这样的逆袭故事在科技界实属罕见。这就像在 Instagram 时代让胶片相机起
起死回生，并且让他们再次风靡起来。那么问题来了。特斯拉、Rivian、比亚迪以及其他电动汽车巨头能否迅速转型？他们能否适应这种多样化的竞争格局？或者说，他们是否已经被纯电动思维所束缚而难以转变？因为如果本田的发动机技术属实，如果其性能仅仅达到泄露数据的一半，那么在通往未来的赛道上，纯电动产业将不再是唯一的领跑者，竞争已经来临。而竞争，这正是消费者期待的精彩时刻。这意味着更低的价格，更多的选择，更少的充电等待，或许仅仅是或许，还能重现那种最初让人为汽车倾心的创新精神。但这不仅仅关乎技术之争和企业战略，这场变革如果能够实现，将席卷全球的街道。从雅加达到约翰内斯堡，从底特律到德里，这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这对我们普通人意味着什么？对于新兴市场的驾驶者而言，电动汽车仍然是富人的玩具，电网时常闪烁，加油站依然被汽油所主导。这不仅仅关乎一款被泄露的发动机，它关乎引擎背后更深层的意义，远超我们目前所知的格局。在新闻头条和技术参数之下，隐藏着一个更宏大的使命。本田不仅仅是在对抗电动汽车的统治地位，他们正在重新定义谁能够享受清洁驾驶的权利。坦白地说，目前的清洁出行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奢侈品。无论是售价7万美元的特斯拉，还是5万美元的起亚 EV6， 绿色汽车的梦想都被高昂的价格、不稳定的充电网络和电池续航焦虑牢牢束缚，而本田泄露的新型引擎正是打破这种现状的关键。它与炫耀无关，只关乎公平。这场变革的核心在于，本田重新定义了谁能够享受清洁出行，而本田泄露的新型引擎正是在此处打破了僵局。它不追求炫目，只求公平。这场变革的核心是本田的新一代混合动力系统。CEO 宫部俊宏在2025年5月的全球发布会上低调地确认了这一消息。这绝非一项过时的技术，而是一个新一代的串并联混合动力系统，旨在实现超低的排放，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并在全生命周期评估中，包括矿产开采、制造和报废处理，展现出优于大多数现有电动汽车的燃油经济性。这正是大众很少提及的关键环节。当世人沉迷于电动化和电池技术时，却往往忽略了全球大多数地区真正需要的可靠、高效且经济实惠的交通工具。并非所有人都生活在街角遍布超级充电桩的城市，数百万民众仍然居住在电网勉强能够满足家庭用电需求的地区，更不用说为汽车充电了。本田的混合动力技术正在改变这一现状，它无需新建庞大的基础设施，而是顺应当地的实际需求，这绝非空穴来风。本田官方数据显示，其新款混合动力车型在燃煤发电比例较高的电网区域将实现更优的碳排放表现。在这些地区，电动汽车的实际清洁度远低于表面数据，通过采用轻量化材料和本地化生产制造环节的碳排放也同步降低。简而言之，这并非是对电动汽车的简单否定，而是为那些被纯电动梦想所遗忘的人群开辟了一条更明智的前进道路。现在想象一下东南亚或非洲乡村的家庭，他们正驾驶着清洁高效的本田汽车，价格仅为新款电动汽车的一小部分，无需充电桩，却依然在守护着他们的未来。这正是那种不声不响却能改变一切的静默革命。正因如此，这次引擎信息的泄露才显得如此重要，因为它讲述的故事是任何电动汽车广告都无法呈现的。在这个故事里，清洁出行并非加州科技精英或网红炫耀时尚仪表盘的特权，它属于世界各地的普通人。这场多路径的革命不仅仅停留在纸上谈兵，它正在泥泞的道路上、漫长的公路上，以及那些可能需要数十年而非数年才能实现电动化的社区里切实地运行着。当电动汽车产业竞相追逐高端市场时，本田正在播撒更深远的种子，为全球出行的公平播撒希望的种子。它正悄然生长，稳健而不可阻挡。如今的问题不再是本田能否与特斯拉竞争，而是特斯拉能否与本田为世界其他地区打造的清洁发动机相抗衡。此刻，所有人的心中都萦绕着同一个疑问：我们何时才能在道路上看到这款引擎？听本田 CEO 预告一款革命性的引擎是一回事，但对于普通的驾驶者，那些正在纠结是选择混合动力、纯电动还是继续观望的人们，这意味着什么呢？以下是目前已知的信息。本田不仅在试验这款新型引擎，他们正积极地将其大规模应用。首先从高效的紧凑型车辆开始，逐步扩展到更小型的汽车甚至摩托车领域。没错，这些摩托车正是本田全球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宣称，到2026年底，这款超高效率的引擎将融入其全系列产品。这意味着，如果您正考虑购买一辆城市代步车或经济型的日常用车，
这项技术很可能比您想象中更早地出现在您的车辆引擎盖下，但前方的道路并非一片坦途。本田正在传统的内燃机系统、混合动力创新以及日益高涨的全面电动化压力之间走钢丝。然而，此刻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本田并非在兜售遥远的梦想，他们正直接回应电动汽车基础设施的不足、充电时间的焦虑以及纯电动生活所伴随的那些被忽视的成本负担。这款引擎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更清洁的技术，更是对当前纯电动叙事的一种直接挑战。它提醒我们，创新未必总是轰轰烈烈的，有时它以默默无闻却切实有效的方式呈现。那么核心的问题在于，你是否依然坚信纯电动的未来，亦或本田的混合动力革命在当前的全球发展阶段显得更加明智、更加经济，也更加切合实际？